3DO。欢迎收看莫宝龙新一期视频。当 UP 主刚刚开始做鹰3视频的时候，曾经出过一期视频来介绍一下游戏里面的攻击力、防御力、力量和知识什么用，而游戏里面的第5大属性经验则是一直没出视频。鹰3在经验这块可以说是异常潦草，你像在后续的4、5、6、7代干掉一个兵种获得的经验都是跟它的战斗力挂钩的，这个兵种越厉害获得的经验就越多。但是在鹰3里面就不一样了，这个兵有多少生命值它就有多少经验。你像游戏里面的枪兵，它有10点生命值，在干掉10个枪兵之后就多100点经验，升了级之后的枪兵生命值也是10，干掉它也是10点经验。在如此儿戏的经验系统加持之下，就会出现非常多离谱的情况。你像游戏里面的强哥之流，明显是个没出现东西万能废，但由于它有20点生命值，所以说你干掉强哥会有20点经验。所以说像这样的野怪，就算他逃跑，就算他投降，也要斩尽杀绝。而像老树这种速度也很慢，但是生命值有65，而一个雷鸟战斗力那么强，生命值也只有60，获得的经验反而比老树还要少。像游戏里面生命值最低的农民，他只有1点生命值，所以说在干掉农民伯伯之后，没有一个农民才只给你加1点经验。当然这只推乐，真正离谱的是幻影射手，作为一个输出非常爆炸的远程兵，它只有15点生命值，这样的结果就是干掉一个幻影射手只有15点经验。偏偏这种野怪你很难做到无损，所以说你碰见幻影射手这种兵就老老实实的放他离去啊，不能都斩尽杀绝呀，是吧？这是鹰3里面英雄升到相应级别所需的经验值，前10级是个坎儿，非常简单。一般来说这属于游戏的前期，升到20级的时候就需要8万多的经验，这依然可以接受，并非不能完成的目标。但是到了20级之后，它每级所需的经验是直线上涨，一般的双层特大地图就算是全部打完，你的主将可能都到不了30级。所以 UP 主每次做视频的时候讲到后期将领，都会跟大家列一下他20级的时候什么数据。就像冈坂特之流，他后期斩将夺旗，干掉海量的敌人，他也顶天升到30级。如果地图上的智慧树足够多，他也有概率升到40级，再往后那就属于理想状态了。所以说几十级的冈坂，几十级的索格林有多么变态，那些都推乐，正常情况之下你是升不到那么高级别的。讲完了经验，咱们来讲一下宝物。游戏里面除了组合宝物之外，大家知道最贵的宝物是哪个吗？想必大家已经猜到答案了，它就是末日之刃。这个东西的价值是5万金币，当然在一般地图它是默认不会出现的。游戏里面第2贵的宝物是魔法师之帽，它的价值是3万金币。第3贵的是黑球，价值2万5千金币，哪怕是禁魔球，人家的价值才只有2万金币。四系魔法书、翅膀、先知剑都是2万金币。属性宝里面最贵的是夜壶，2万4千金币，而游戏里面最便宜的魔力项圈价值则只有500金币。但是这所谓的宝物价值在祭坛里面通通一文不值。鹰3就是大道至简，它给宝物简单分成了1级宝、2级宝、3级宝还有4级宝，其中的1级宝物在祭坛里面换经验通通1000，而像魔法师之帽、末日之刃这种超贵宝物，你拿到祭坛上面也只能换6000经验。笑死，没有哪个智力正常的人会去祭坛献祭这些宝物。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既然高级宝物通通6000，那么你放一个天使联盟上去也是6000。原版的话好像祭坛高级宝物才只能换4000经验。真元号角这波属于是好方略，但是我想稍作修改，改成6000吧。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在祭坛里面换宝物，还有在宝物商店里面卖宝物，像这种组合宝物你尽量要把它们拆开然后卖，拆开卖你可能不会赚，但肯定不会亏。既然游戏里面献祭宝物最多可以获得6000经验，那么有没有能够超过6000经验的神器呢？毫无疑问，那就是咱妙姐家的肩颈按摩仪。来都来了，不如来看看妙姐家的肩颈按摩仪吧。最近全靠它帮我揉松肩颈，畅通经络，幸福感都快爆棚了。做视频几个小时下来都不累。商务小姐姐喂饭催更2不误，真的很感谢支持。我是第一次用上这么像人手的按摩仪，怪不得一直见它在榜上畅销。这手法就跟干了几十年的老师傅一样老练。8D 按摩头模仿虎口抓捏，揉按后脖颈的肌肉和穴位，同时还能推按斜方肌、肩胛骨，配合热敷一会儿就揉开了肩上的压力，连脑袋都清醒多了。屏幕前的你是不是正低头刷视频呢？经常久坐对咱颈椎危害可不小，不信你捏捏肩膀酸不酸、胀不胀？现在不注意，等压迫到颈椎神经，头晕恶心还会影响正常生活。
后期一旦形成颈椎病，不仅很难根治，开销也是无底洞。平时真的要多按摩放松，及时缓解颈肌劳损，做好预防。现在外面有很多类似的按摩仪，看着差不多，但按再久还是照样难受。像妙姐这样对准穴位发力，把肩颈给按透，才是真的舒服。我一般都把它扣起来按，解放双手，按摩时不影响工作，还能顺带端正我的坐姿。运动后也可以拿来按按腰、捏捏腿，全身上下都被伺候得明明白白。大家也可以给家里人带一个，老一辈不舍得出去按摩，妙界是真用得上。现在评论区领券比大促都便宜，售后靠谱，送运费险，1年内有问题还能免费换新，放心买，放心用。那么现在有意思的事情就出现了，当你在祭坛献祭生物的时候，获得的经验既不和它的生命值挂钩，也不和它的价格挂钩，这是把祭坛的生物堆坑获得的经验表。这个经验遵循什么公式呢？它压根就没有公式。经过UP主的研究发现，它大体的遵循野怪的 AI 价值。这里可能大家要问了，什么是 AI 价值呀？我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游戏里面祭司还有牛头怪都是5级兵，但是在游戏里面你随机出一个祭司野怪，它的数量往往会远超牛头怪，这就是因为祭司的 AI 价值少于牛头怪。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同样是一撮野怪，它有20个老树和有20个雷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是一撮野怪，可能雷鸟刷出来的时候只有10几个，而祭司和老树得有20多个，是不是感觉这个设计非常硬核呀？实际上这个数据的设计还是大体符合逻辑的。你像游戏里面的金龙和黑龙 AI 价值都非常高，其中你把一个黑龙放进祭坛里面，所获得的经验仅仅比大天使少5点。尽管有的时候黑龙的磨免并不是纯粹的正面效果，但就问你在野外碰见黑龙野怪头疼不头疼吧？除此之外呢，你像邪神王它可以招猪，它的 AI 价值也很高，咱们就不再一一赘述了。NWC 表示，当初我设计祭坛就图一乐，谁能想到20多年后居然真的有人闲着无聊给我分析起来了。祭坛简单来讲就一句话，这个野怪的 AI 价值高也好低也好，反正它放祭坛比你在野外消灭它获得的经验多，所以说大家不要小瞧这个祭坛。很显然他给墓园的强哥找了一个去骷髅转换场堆坑之外的新的就业道路。除此之外呢，你去祭坛里面换生物换宝物，它都是遵循学习能力公式，也就是说你用一个金凯利亚去换的经验会更多。不过你想偷奸耍滑那是不可能了，增加的数值严格按照 15% 翻倍后 30% 来算，就像一个3级宝极速披风本来能换3000，金凯利亚高级学习能力多加 30% 经验，这样的话就能多换高达900经验。这7个是宝物商店里面随机刷出来的宝物，把这几个都放进祭坛里面的话，大概能换1万多点经验。这个祭坛就属于那种前期你也没有这么多宝物去给它换，到了后期你换宝物的经验塞牙缝都不够，完全不如去宝物商店换成钱。把宝物商店里面7个宝物换给金凯利亚之后，它大概能升到8级。前面我已经说了，学习能力这个技能在老版本里面完全没得用，而且它也不具备任何研究价值。但是元旦一声炮响，深渊号角送来了新版本。现在的学习能力，它可以给英雄提高最多 75% 的经验，并且在你学会学习能力的时候会立马提升1级。一开始带着学习能力的英雄不会立刻2级，但是在他获得经验之后会立马升级。现在的学习能力有多么夸张呢？咱们来简单的做个对比，一个是开局带着学习能力的大主教，一个是没有学习能力的2金，最后是学习能力特金凯利亚。现在他的学习能力又改回来了，不是直接翻倍了，而是每级提升 5%。现在的学习能力，只要你的英雄特长跟等级挂钩，那都是必学的。如果开局带着的话，也是香饽饽，非常好用。这里有10个凉亭，一个凉亭可以增加2000经验。咱们来看一下这3个英雄吃到2万经验之后能升到多少级。在你吃第1个凉亭的时候，你第2级就出终极学习能力，和4级出学习能力都是一样的。在金凯利亚吃完2万经验之后，他升到了16级，而这个时候得益于学习能力的加持，这就使得他实际获得了45867的经验。关于新版学习能力的定位，它更像是一个前期技能。你像泰泽、耿纳、肯罗哈格这种技能特，他们的特长就要求他们等级越高越强，这种英雄还是非常需要学习能力的。而像大主教、金凯利亚这种，他们的特长没有等级加成，除了可以比没有学习能力的英雄更快的学到所有技能之外，实际上如果到了后期他们领先5级哪怕10级，他也只不过是多一点属性点而已。像一般的英雄，他前期出个学习能力可以考虑学，第7、第8个格子再出学习能力就大可不必了，除非你像后勤特、钢板特这种，
大主教不是学习能力特，他吃完了所有的经验。之前金凯利亚是学习能力特，吃完了2万经验之后，金凯利亚升到了16级，而大主教呢，他升到了15级。根据结果来看，就差了1级。就算到了后期差距拉大，也只能差2-3级而已。差距再大的话，那种局咱也玩不到。但是两者的特长呢，人家大主教是祈祷特，公认的强大特长，而金凯利亚人家特长是学习能力，结果呢比没特长的就领先1-2级。所以说新版本的金凯利亚，你不能称它为弯囊废，但是想在要塞里面排前3甚至前5，那是不可能了。那么最后咱们来看一下没有学习能力的英雄，他吃2万经验能升到多少级。像金哥这种兵种特，他们的特长也和等级挂钩，而新版本兵种特较之前加成的数值有了质的飞跃。所以说在前期如果你碰到学习能力，他只要没和弃土、后勤、驯鹿一块出，那是必学的。咱们的金哥在吃到了2万经验之后，他只升到了11级。这也就是说，一个开局带学习能力的英雄能够轻松的比没有学习能力的英雄在级别方面拉开4-5级的差距。关于学习能力新版本的改动，我只能说好。目前深渊号角的新版本汉化还没有来，所以说新版本的排名咱等汉化之后再做。最近我就出视频给大家看一下一些技能、一些英雄新版本表现怎么样。研究过技能树的朋友想必知道，鹰3在之前版本某一个弯囊废职业，他们学习能力的概率是10，那么它是哪个职业呢？它就是炼金术士。而高学习能力概率再搭配上兵种特，另加新版本高续航的神秘术辅助，开图快攻神技侦察术打底，这样的一个英雄在新版本里面什么表现呢？本期视频大家多多点赞投币，咱们下一期唠一唠这个神秘的男人。那么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谢谢朋友们。